别走，别走，行吗？你看看你那些同学，哪个不是混得风生水起？你呢？三无中年，没车没房没存款，让我陪你挤在这破出租屋3年了，够了，离婚吧。这些年，我一直是个小主治医生，看些感冒发烧的小病。高精尖手术我沾不上边，很是窝囊。老同学个个混上中产，也个个瞧不起我。现在老婆也要离我而去，人活40天过5，我这辈子就这么废了。不，我不甘心啊！主任，我要辞职。你想好了吗？我这10多年只能为普通手术打下手，医术原地踏步，小护士都敢对我呼来喝去，这样没有尊严的日子，我过够了。盖章吧，主任。1级濒危，9岁，呼吸心跳停了。最后一次挽尊的机会，我想用一次成功为前半生收尾。大气晚成系统加载完成，请领取新手礼包：大师级真空负压吸引插管术，用本技能救1个人，奖励自适应手术。根据任务完成度等综合评分，获得相应等级的奖励，评分越高，奖励越好。自适应手术指的是目前最需要、最能派得上用场的手术。系统，真的假的？是真的。入院 CT 报告提示，左侧胸腔有巨大混杂密度肿块，边缘上倾，横跨整个左侧胸腔，前纵隔，背及右前胸。家属强烈要求穿刺活检，但是在穿刺时发生意外，病人心跳呼吸骤停，是因为穿刺刺激到了迷走神经，引起反射性冠脉痉挛，再加上病人的心肺功能本来就很差，直接发生了心跳骤停。继续抢救吧。心跳恢复了，但是肿瘤太大，左肺挤得只剩一团，马上准备插管，常规路径走，建立通气。主任，等一下，如果现在插管可能会导致通气恶化，病人会有危险。许秋，如果你的医术和经验比我过硬，现在给患者进行手术的人就是你了，就在这儿，别瞎耽误功夫。可是没有可是，去干好你的本职工作。肿瘤横跨左胸到右前胸，气管被压偏了不止1公分，常规路径插下去，导管尖端会卡在肿瘤和气管壁之间的夹角里，通气肯定恶化。行，稳住了。通气恶化，完了，被他说中了。老师，让我试试。你疯了！主任都搞不定，你一个常年打杂的敢上手，出人命谁担责？他能解决这种复杂情况，我怎么就不信呢？插管角度不对，常规路径卡死了，换股动静脉，负压吸引，绕开压迫点。这许秋从来只会说好的。行，我去干。今天抽什么风？为什么3番5次要插手这台手术？这台手术成功率本来就低，按常规走，小孩9成9没命。不如让许秋上，他正经期，出事算医疗事故也兜得住。何况他已经辞职了，真出问题，责任也是他承担。行，你上，出了事儿你担。机会我给你了，你最好脑子里有真东西。等会儿搞砸了，看他怎么收场。他还逞能上来。系统啊系统，希望你货真价实，让我逆风翻盘，大器晚成。你可千万要靠谱啊！这过阴的手法是怎么回事？他还是那个不争气的许秋吗？我没眼花吧？这速度也太迅速了！引流恢复了。愈虫液比例调一下，复方电解质500，强乙基淀粉1000，白蛋白20，冷停调液准备。照他说的做。这套技术连我都不会，他还真是深藏不露啊！难道装了10几年窝囊废？这不科学啊！初步证明，大器晚成系统还算靠谱。许秋，干吧！这是逆风翻盘的开始。静脉引流效率高了1倍不止，还能调负压，大人小孩通吃。闪开！现在第一步收尾该我上了。评分71分，金色奖励箱打开，专家级肺部巨大肿瘤摘除术载入。才71，主任前面那几道拖后腿了，不过专家级开胸够用了。拯救患者，病人董浩，目前存活率34.849%，手术成功率21.622%。奖励：新手大转盘1次，评分越高，奖励越好。21%，四舍五入等于必死，但系统给我专家级开胸，必须为孩子试试。学会任务奖励的技能，现在主任的水平应该在我之下，不过也能达到准专家级的水平了。老师，患者稀释性细胞压积27%，血迹分析动脉血氧分压13.7千帕，静脉血氧分压3.7千帕，
酸碱度7.37，动脉二氧化碳分压4.9千帕，尿量每公斤体重每小时4毫升，血钾3.7毫摩尔每升。巨大肿瘤的摘除术就像是愚公移山，一次性切掉整个巨物不现实，只能慢慢来。病人的脏器被肿瘤挤得移位了，左肺被挤压下去，片子上的脏器位置全乱了，动作不能太大，否则会损伤组织，戳破肿瘤。你又想干嘛？我都找不到肺了，你还在我面前乱飘！主任，没有试错机会了，继续让我来吧。这回是残余部分，粘连移位，比刚才还凶险。你这没切过几回肿瘤的人，就别跃跃欲试了。我有把握。行，插管你蒙对了，但开胸摘瘤不是插管子，练10年都不定敢碰。你一个没练过的生手敢碰？我敢。这是开胸手术，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要上手？许秋，你快拦住他！这种层次的剥离，连省内专家都慎之又慎，他一个打杂的怎么敢动手？这应该就是废了。这是碰运气。可是他下刀切开纵隔时没一丝犹豫，真的不像生手啊！何主任，快阻止他！许秋这是在草菅人命！你咋呼什么？别影响他手术。就他指挥割阑尾的垃圾水平，要是碰断了动脉……许秋现在的手法竟然这么刁钻，就让他继续吧。反正他辞职信都交了，出事自己兜着，让他做。这里应该是后生动脉了，右上叶的供血动脉之一，手术中最难处理的部分。你这技术跟谁学的？跟主任您学的。舒服了。不对，我自己都不会，怎么可能教他？数纱布，数器械。许秋，你到底还有多少东西藏着没亮出来？这我可不知道，可能还有无限潜力吧。我哪知道系统还能教多少高端技术？专家级已经这么牛了，那大师级得什么样？你今天表现不错，后面做的肿瘤摘除手术比我还好。是什么事？这是正常人该有的对话吗？虽然是实话，但好歹奉承我2句吧。你去通知一下，让省内代表来开个会，讲一下肺部巨大肿瘤的切除心得。对了，辞职信一会儿要赶紧销毁。离开医院，我上哪儿完成系统任务去？恭喜完成任务，评分69，新手大转盘启动。恭喜，获得全属性加1年。所有能力都涨了1年，虽然不是暴涨，但它可是全属性啊，爽！有了这个系统，我就有了逆风翻盘的机会。真没想到啊，人到中年快歇菜了，我居然还能有去挣房子、车子、票子的机会。诊断1名患者，奖励大转盘1次。怎么了？在医院里看到穿白大褂的大叔，要么喊主任，要么喊老师，总归是不会错的。老师，这位孕妇怀的胎儿好像有2个脑袋、3条胳膊、4条腿。第一个病人就给我上强度。唐安，你只剩下1头2臂了。你的确是1头2臂。记住了，这种小孩，我们医学界有个专业名词叫做双胞胎。恭喜啊，怀了双胞胎，以后来咱们医院给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和产房。诊断完成，奖励已存入。1个了，再来1个就转盘。对不起，徐老师。新来的？今年刚考上研究生。怎么伤的？摔的呗，赶紧缝吧。会缝合不？练习过。我意思是缝过人皮吗？这女版大李逵一看就不是善茬，还是别让孩子上了，容易被投诉。陈老师，陈主任，这位30岁的年轻主治，常使唤我打杂，用鼻孔看人的选手，但势头确实够猛，没准3、5年就能升副主任了。新来的，昨天才到。哦，是何主任新收的得意门生，我之前也差点投到何主任门下，不过其他主任给的条件更好，把我抢过去了。得，又来一个。
许医生的缝合技术处于平均水平，这位患者我来缝合。给唐安露2手高层次的缝合技术，你看这个入针角度。许医生在实习岗一待就是10几年，说实话挺可惜的，但没办法，医学是精确的学科，容不得差错。医术不行，不可能被重用，虽然残酷，但这就是临床。陈主任，缝合全院顶尖，许秋平时只做些换药之类的杂项，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没有一点可比性。行，又开始了，10几年拿我当面团捏，你们不腻吗？差不多得了。诊断任务完成，奖励抽取中，恭喜获得大师级超简助缝合术。又来了个大师级，今天运气不错。晨晨，今天你得尝尝当众丢脸的滋味了。陈医生，你要帮我做缝合吗？病人等着呢，早点缝合早点完事儿。那边还有个抢救等着我，做得快的话1、2分钟就行，确实来得及。1、2分钟？怎么可能？我这水平也得3分钟。整形外科的专家来了也得勉强2分钟。你跟我说1分钟？对，1分钟足够。徐医生，你该不会想自己上吧？这种简章缝合需要手感和经验，可不是平时帮人拉拉钩就能练出来的。让患者选吧，你想让谁来缝合？大鼻头嫩面孔，看着不稳重。40多岁，满脸老成，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主任。我选你。这人竟然还选许秋，真没有眼光。这位患者我可是主治医生，他是……放心，不留疤。行，我就在旁边看着，顺便指导你。这个入针角度和走线深度太精准了，他今天怎么像被神医附身了一样？不可能，我看他就是吹牛。完事儿了，他真用1分钟完成了，而且手法也无比精准。入针出针点完全重合，创元全层松弛，这是教科书级别的简章缝合。徐老师，这伤口缝的也太漂亮了。还知道吗？这就完了？我还没感受到开始呢，你就结束了？做得越慢，你越痛苦，等于你花钱免除了折磨。说得对，这钱花的值。别乱拍大腿了，刚缝完。大师级缝合就是不一样，下次再碰到这种伤口，我能直接上手缝合了。啊，想起来还有个抢救，我先走了。雷主任，雷主任，您找我有事儿。徐琼，你能做插管？别闹！心外科的大佬雷主任亲自跑到急诊观察室找半条子许秋，随便派个护士不就行了？又要做体外循环？对，有个大动脉瘤的病人，管子不好插，听何主任说你能上，帮个忙。谢谢雷主任给机会。不是我给机会，首先你得有着过硬的技术。走吧。雷主任亲自来请许秋，我没看错吧？什么叫请？这分明是抓壮丁，关键是许秋真敢接啊！之前那台手术的传闻是真的？插管体外循环，许秋什么时候会这些高难度技术的？我这几年把他当拉钩的使唤，到头来人家藏着这种级别的本事，我真是疯了，嫉妒他。算了吧，他不配。第一次被请进手术室，这感觉真爽啊！以前我把主刀求烦了，人家才捎上我，这回可不一样了，是大佬亲自请我来的。任务发布：人形插管机奖励该场手术随机经验，根据手术中表现，奖励丰富程度上下浮动。人形插管机，运气好能偷师雷主任的技术，运气不好也能给个冷门经验，怎么都是血赚不亏。这次做的是 Bento 手术，换主动脉根部，插管不好做，体外循环难度很高，别辜负何主任的期望。非常好，大家过来，都学一学。录像开着没？放心，主任，证据都留啊，不是，手术录像都会留着。证据？这得是多信不过我呀！行了，剩下的我来。关兄，送 ICU。
手术成功。这台手术多亏许医生，不然病人还真不一定能下得来。谢谢医生，你是救命恩人。干了20多年，头一回站在这位置。以前都是看老师、看同事被围着道谢，原来被家属感谢是这种感觉，不抢功劳，主动让出风头，这种上级太少见了。原来成为手术室的主角，被病人需要，被家属感激，被同行羡慕，这感觉如此妙不可言。任务完成，奖励结算中。您可算醒过来了，徐老师。昨晚您的呼噜差点把楼板震塌。我浑号人形拆楼机，找麻烦的来了。一闹，同行，省内有个学术会议，估计是奔着挑衅来的。对了，我听说来了几个专家，还到处阴阳你呢。走吧，去会议室看看怎么回事。这次手术我就是个打下手的，主刀是我们科的另一位医生许秋。何主任，几张照片就想捧人，糊弄谁呢？谁不知道你们科的许秋是出了名的半吊子？何主任，我也觉得奇怪，那许秋也就干点拉钩倒尿的活，怎么突然就会做摘除术了？该不会是学术造假吧？许秋，他要是能主刀贴肿瘤，我当场把这桌子吃了。老何，你别太护犊子，不能为了给人镀金，脸面都不要了吧？插管摘除都有手术录像，谁要看？别拿手术录像说事，谁知道剪辑过没有？再说，摘除良性肿瘤和真正的心脏大血管手术是一个量级。许医生，你会做 Bento 吗？会一点。会一点？你知不知道 Bento 2手术要做多少年冷板凳？你这种水平，说上就上，胆子也太大了。不好了，何主任，宣统中心刚报上来一个 I 型夹层动脉瘤，心脏超声显示升柱动脉内径超过80毫米，降柱脉也超过了57，必须马上抢救。知道了，马上到。还有一个马凡综合征的病人，主动脉根部也炸了，2个，安排2个手术室。何恒进，我只有一双手，我做马凡综合征的那个，孙医生做夹层，正好比一比。你马凡综合征？许医生，你没亲手做过，难道还没听说过这手术的难度？当然听说过，所以才要比一下。怎么，你没把握？许秋，你是不服气，还是真有把握？我不服气，但更有把握。好，上台。这眼神像他赢定了一样，简直可笑。走着瞧。雷主任，准备手术室，我来主刀。5号手术室就在前面，我先进3号手术室看一眼许秋那半吊子到底有没有本事和我比。这才几分钟，体外循环已经建好了，比我做的那台干净了不止1倍。侧半气。他一个常年打杂的货色，真会奔道手术？这怎么可能啊？准备下一个。这是什么？能降低出血概率，张力能达到最佳水平。这已经不是改良了，简直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我那些年到底练了个啥？任务发布：见死要救。任务描述：用 Bento 2手术拯救1名患者。任务奖励宝箱1个，根据综合分数，奖励丰厚程度有所不同。宝箱，第5种奖励。虽然我等不及，但只能做完手术再开了。孙主任，你们还打算继续看下去吗？等着看我把 I 型夹层动脉瘤的病人也做了？我操！我怎么欣赏起他的手术了？差点把隔壁等我的病人忘了。孙医生，5号手术准备完毕了，就等主刀。原本想小露2手，随便就能把许秋压得死死的，现在不行了，我连压箱底的本事都使出来了。难道我和他差距那么大吗？不应该啊！准备体外循环。孙主任，许医生已经给这个病人安排好了插管体外循环，可以做手术了。谁让他做的？
连招呼都不跟我这主刀打一个？许医生说，是何主任许可的，一切后果都由他和何主任一力承担。数据这么好，不可能，别人做的东西我用着肯定不顺手。许秋，你就等着我发难吧。继续做手术。怎么会这么顺畅？完全没有不顺手的感觉。他提前算好了我的习惯，还是说他的水平已经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可以向下兼容任何人，越做越顺手了？这感觉只在和我老师配合的时候体验过。等等，这许秋不会是和我老师一个级别吧？这太离谱了。孙医生这速度也挺快的。确实快，但你看他那个切口暴露，每次都得多补一刀才能找准位置。反观3号手术室里许秋的那台一刀到位，下一刀接的严丝合缝。孙主任明明做的不差，但看着就是笨拙。我培养孙国20年，不争气的东西，今天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快看，3号手术室那边快做完收尾了，这速度有点意思。他那边是马凡综合征，这边只是 I 型夹层，速度居然比孙医生还快。专家级和大师级之间隔着一道15年经验的天炕，现在这层天花板对我来说一捅就破。想从专家级升到大师级，两个办法，一个是靠系统奖励的人数加1攒够15次就能升上去，另一个是靠体温到36度了。我城主辛苦了，做梦都不敢梦到这种内容。雷主任说的还真对，手术刀就是医生的金字招牌。全循环吧，送 ICU。5号那边怎么样了？许医生，他们应该才进行到关键的冠脉缝合。我过去瞅一眼。以前我进来，护士都嫌我碍事，现在刷一下就让开，我还真不太习惯呢。这就做完了？马凡综合症，6个多小时，不行，不能为他做的好不好分心，我得把自己的手术做好，不然真被他比下去，以后我还哪有脸在这行待了？许医生怎么到这边来了？做完了呗，人家那边马上都完事儿了，这边还在冠脉吻合。这不是孙主任慢，是许秋那个不是人。我输的是技术，不能连气度也输了。这么多后辈看着，不能丢脸。关兄，一句点评都没给，他这是压根儿没把我当对手，瞧不起谁呢？刚才2台手术的记录单呢？拿过来。孙主任，5号手术室的数据还没完全统计完，这是在提醒我比许秋慢1个多小时吗？等着。统计完了。3号手术室引流量470，我这边1050，这怎么可能？3号才470，马凡综合症啊，这出血控制也太厉害了。你看吻合时间13分钟对23分钟，差了一半。只有尿量孙主任赢了，但2台手术的体外循环都是许秋做的，尿量反映的是体外循环质量。孙主任赢了这个，反而说明许秋帮他把体外循环铺得够好。数据造假，何恒进，你为了让许秋镀金，连这种下作手段都敢用，2台手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刘主任，录像全程录着呢，欢迎详细查。我输了，我走。走，回省院。只赢了技术，嘴上没争论2句，差点意思。唉，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得继续多做手术，下次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U 盘他们都没拔，连战利品都留下了。下回他们敢再来踢馆，你接着打。任务完成，此次手术评分63分，获得奖励：初级超载药水1，服用后可以短暂的掏支体力与精力，随后将承受超负荷后的极度疲倦。循环任务：同行交流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和同行交流，了解对同一个疾病的不同看法，对医者来说也是一门必修课程。奖励：交流对象见解越深刻，交流越深入，对方的认可度越高，反馈的经验就越丰厚。听说非移植领域的专家林庆要来院里，既然系统发布了任务，那就不找林庆了，要找就找最厉害的。我在大夏医学论坛专挑蓝威认证的大佬聊，好羊毛就得从最肥的羊身上薅。杜教授，您这5天做了4台肺移植了，歇歇吧，您不是40多岁的壮年了。小李，帮我查一个人。谁？大夏医学论坛有一个叫一叶知秋的，查他实名信息。杜教授，查到了，那人叫许秋，是临海市第1医院的主治医生，45岁。45岁主治，他怎么可能只是主治？这几天的交流中，他对肺移植的理解水平比我还深一截。杜教授，
您找这人有什么事儿？未来1周有手术吗？没有。订机票去临海，我要亲自去见见这个许秋。杜教授，怎么突然要来你们医院？谁这么有本事，请得动这尊大神？我就说嘛，你们远没到请得动那尊大神的段次。说实话，只要杜教授肯开口，你们院的肺移植资质今年准能拿到。可惜呀，你们也就能请到我这种级别的了。林主任，您说笑了，能请到您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对了，听说你们之前开了个报告会，切了个肺部巨大肿瘤，19厘米，我们科是许秋做的，良性肿瘤，难度倒是不高。听说奔特尔手术你也做了，还行，不过这些都是老一套了，真正的高精尖还得看肺移植。许医生好大的面子啊！我这领域专家主动跟你攀谈，你神游天外是什么意思？许秋，循环任务阶段性奖励，所有肺移植相关经验汇总，获得大师级双肺移植术。大师级双肺移植到手了，看来这段时间和那位肺移植大师的交流效果非常好，这是认可我了。刚才走神了，什么情况？你。杜教授到了，快都去迎接。许秋，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这20年原地踏步的主治，老老实实待着，别跟过去丢人了。许秋，你先回办公室吧，你作为主治确实不够格露面。杜教授，您怎么亲自来了？我是林庆，上次在天都肺移植论坛见过您，您还记得吗？杜教授，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一位叫许秋的医生？这什么情况？他开口就问许秋？有的，是我们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带我去拜见他。拜见？我幻听了吧？别人想拜见杜教授都相当困难，他老人家怎么还来拜见许秋？杜教授，您真的确定要找的人是许秋？我很确定。走吧，带路。杜教授，许秋医生就在里面了。就是他，这么个毫无专家气质的普通中年主治医师，却对肺移植有高深的见解。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对话很眼熟，我和他刚开始探讨时就是先骂后服气。等等，怨心无尘，侯从军，他连侯从军都聊上了，还发了一份改良文档过去。他不是肺移植天才吗？怎么又跑去跟心外科教授掰手腕了？杜教授，您怎么来了？许秋，你一个小的主治，能让杜教授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亲自拜访，还主动握手了？你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我杵着半天了，他连正眼都没给我一个，你许秋凭什么？许医生，久仰。我此次来，还有一事。许医生，你的才能不应该被局限于一处。我想请你去天都的肺移植中心，我保你一路之生。许秋的插管、巨大肿瘤摘除和本套手术对林一有极高的价值，说他算战略资源都不为过。要是被毒虫拦拔走，那损失可太大了。可是我拦得住吗？杜教授，您高估他了。许秋只会纸上谈兵，从未实操过肺移植，不如举荐我，我有10几年临床移植经验。你的手术思路保守落后，论文漏洞百出，对比许秋的虚冠移植改良方案，差距天壤之别。我专程过来，只为许秋。我拼了这么多年，都没够到天都肺移植中心的门槛。他许秋连肺移植手术都没做过，却轻易拿到我渴望已久的机会，到底凭什么啊？不了，只搞肺移植的话，有点浪费我的能力。我还是比较喜欢急诊科，够全面。只搞肺移植浪费他的才能，这说的是人话？姓许的，你知不知道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也是，我看你在扳道手术上也有不俗的见解。既然挖不走，那就只能先搞好关系了。对了，你们林一要做肺移植术？重症监护那边有一位特发性肺纤维化中末期的病人，
叫杨轩，在等肺源。中末期，纤维化范围广吗？双肺 GO 加 UIP 型，伴 BNP 升高，心衰倾向，离了 ECMO 活不过2周。他根本没看病历，数据竟然脱口而出，这是真正吃透了。明天带我们去会诊一下那位病人，如果能做，我帮你把肺移植做了，当见面礼。好，谢谢杜教授。师兄，他一直在找你。医生叔叔，求你救救我妈妈吧！全肺几乎完全丧失功能，已经走到生命末期了，必须尽快手术。但是肺源从哪儿来？大器晚成系统再逆天，也变不出肺源来。走吧，我先去找个人，然后一起去看看你妈妈。UIP 型双肺 GAO BNP 已经翻了3倍，心衰倾向很明显，离了 ECMO 活不过2-3天。理论能做，但胸腔里那2团肺肯定已经硬成石头了，剥离难度极高。这一粒肺移植术对你们林一很重要。是，能做成的话，室内首例。你的想法呢？如果需要的话，我帮你调一个肺过来。调一个肺？肺源能调？对杜教授来说好像真的能。我做了10几年肺移植，没听说过谁敢调动肺源，但杜重兰真的能做到。就算有肺源，重度纤维化剥离手术他也绝对驾驭不了，最后还得靠我和杜教授兜底。林一首例肺移植，就这么稳了？任务发布，完成1例双肺移植术，奖励大转盘乘1，根据完成百分比调整手术评分。想完成这任务，得拿到主刀。目前我的技术能压杜教授一头，只是没人信，他们一直认为我业务水平很垃圾。我要求主刀，他们会把我当精神病吧？不过我管他呢。咪达兹伦2毫克，依托咪酯20毫克，顺苯磺酸，阿曲库20毫微克，双腔气管插管已完成，开始吧。做前外侧切口会更好点。切口合适与否，首先要考虑术者的习惯。整个肺门纤维化粘粘到胸壁上，根本没法和正常组织分开。半小时内完成病肺切除，给我3个小时都未必够。关兄，做开关手术吧，公费转到其他医院，按规矩分给下一个排队的病人。杜教授，续袭式双肺移植，先切一侧，移植一侧，再做另一侧，拆成2台单肺移植来做。你之前在论坛上跟我说过这个，但从来没人在临床上做过这么严重的纤维化续移植，风险很大，连我都不敢尝试。我能做续式双肺移植，异想天开，杜教授都说不敢尝试，你一个没做过肺移植手术的人说能做，大言不惭，想在行业内出名，想疯了。许秋，别逞能，重度10肺续移植全球成功案例寥寥无几，你一旦失手，患者直接下不了手术台，别拿病人性命装腔作势。案例少不代表做不到，今天我就在这间手术室创造全新临床案例，你好好观摩学习吧。你站过来。正常人的肺是粉红色有弹性，眼前这2团东西，刀尖碰一下都可能崩碎，我得万分小心。纤维化到这个程度，许秋这手术你要怎么做？你的实践能和你的理论一样让我信服吗？如果出现意外，我应该还能抢救过来吧？这个剥离方向，他直接走纤维化和正常组织的交边面走，我都不敢这么切，他胆子也太大了。许秋从没做过肺移植手术，为什么会有教授级别的速度，而且熟练度也非常惊人？公费到了没有？催下 OPO！ 这可是特发性肺精化中末期的10肺，我最快也要40分钟才敢做完一侧，许秋只用了15分钟，这已经不是熟练的问题，他达到完全不同的层次了。我15分钟完整剥离病肺，你看清层次间隙了吗？显然没看清，有空好好复盘学习我这台手术吧。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没掏出来？我做了30年肺移植，今天第一次当助手。你说过尽量保留支气管附近的节制组织，我以为是理论推演，你竟然真的能做到。
支气管血供靠节肢组织里的微小血管撑着，把这层刮干净了，心肺活不长久。过去3年，我有7例肺移植术后出现支气管网合口缺血，其中3例直接导致死亡。我一直以为是供肺质量问题，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了。供肺到了，送进来。林庆，你负责处理供肺修剪修整，做快点。我也想进步啊，就不能让我多看点吗？再看2眼，就2眼。我来吧，修剪供肺是我的活，我操作10几年，速度肯定比你快。我修剪不会误伤胸膜，微小供血脂，供肺远期存活率会提升。今天我示范标准操作，你好好记。体力撑得住吗？这手术做下来起码7个小时。什么东西？红牛？这节骨眼喝红牛？许秋接手到处理完不到4分钟，如果林庆来做，起码15分钟。4分钟完成标准供肺修整，你10几年操作效率不及许秋零头，多反思自身手法短板。准备右肺移植，铺冰。右肺通气测试通过，完成了续管移植的第1半。现在感觉给许秋打下手是我的荣幸。终于完事儿了。经典纱布器械缝针，1、2、3、4，齐了，3遍55。车机送 ICU。换肺很成功，接下来就看术后康复了。那我妈妈能回家了吗？等几天，她就能回家陪你玩了。主刀不是我，是许秋，因为体力透支先去休息。你们有心的话，可以去专门感谢他。是那位医生叔叔。任务完成，手术完成度73.1%，手术评分87分，总评分79分，初级奖励提升为中级奖励。2000次胸部解剖，心肺不分家。以前我能做肺，能做心，但没法把2者串起来。现在总算打通了。许医生，您醒了？杜教授正在开会，何主任说您要是醒了，能赶上就去一趟。走。病人刚刚撤机了，昨晚9点多做的手术，现在中午13、14个小时撤机了，这么快？还有病人刚才下床了，14个小时下地，这得刷新亚洲纪录了吧？什么亚洲纪录？全球肺移植病例里都没出现过这么快下地的。我做了10几年肺移植，术后最快要48小时才能下床。许秋这台手术术后14个小时，跟他一比，我像个废物。术后下床时间刷新世界纪录，这颗大下肺要走向世界了。正好，病人醒了，去看看。病人醒了？何止醒了？你再晚起来2个小时，他都能走到你床前跟你说谢谢了。杜教授对许秋的态度像对得意门生一样亲近。昨晚那台肺移植，我站了7个小时，连个屁都没学到。他倒好，睡一觉起来享受知名教授爱徒待遇。观摩7个小时，自然学不到精髓。实操剥离血管吻合的核心技巧，你全程不敢上手，再观摩10年也没用。医生叔叔，双肺膨胀良好，没有渗出实变影，心影无增大，纵隔居中，双隔面光滑，极好。胸片好看不顶事，得看肺功能。术后第1天就查肺功能，能有什么好看的数据？数据不会骗人，等结果出来，你可以用过往所有病例做比对。拿肺功能仪来。FEV1 FCU 72%慢锁肺的诊断标准是小于70%，他昨天还离不了 EC 幕，今天这个肺功能比我术后3周的病人还好，那我这10几年在练什么？你术后21天的病人，有几个能达到这个值？让你多嘴。恢复的比我预想的快。谢谢你，许医生。医生叔叔，我妈妈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家了？过几天就能回家了，回去后你要好好照顾她。这台肺移植，术后数据能写进教材。
老师，各位主任，徐医生，这次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杜教授在院里待不了几天了，我们几个想请他指导一下论文，一人一篇就行，哪怕挂个名。你也知道，临沂这地方没资源没大腿，论文质量一直上不去。杜教授要是愿意指点，我们院核心就稳了。你手上技术已经够了，但职称还差论文，你得有几篇好论文挂着，才没人敢拿资历压你。任务发布，完成一篇论文，奖励自适应手术技能书。这个奖励可太有诱惑力了，必须拿到。您刚才说这只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呢？第二件事，我们想借杜教授的名气，在临海市办一个呼吸外科学术论坛，全国范围的，省院都没办过这种级别的。咱们要是能拿下，就是弯道超车。不用这么麻烦。你不答应？我是说，没必要这么麻烦。许秋，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杜教授，我想请你帮2个忙。这小子求人办事，大庭广众张嘴就来，连杯酒都不端。不是，这人情社会，你至少先寒暄几句铺垫一下吧。完了，这2件事必吹无疑了。这小主治怎么回事？求杜教授办事就这态度，连句客套话都没有。我在官场混了20年，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看来这小主治没戏。说说看，我正琢磨怎么答谢你呢。答谢？一个主治，杜教授要答谢他？第一件，临沂有几个主任想请您指导论文。第二件，想借您的名气在临海办一场呼吸外科学术论坛。没问题，这几天谁有论文，随时拿给我看。学术论坛，你们几天能筹备好？3天。那就定3天后，你这2天把论文赶出来，我帮你改。杜教授亲自改论文，许秋这篇论文发出去，含金量比我们这些人的论文加起来还高。你们也是，有论文的这2天就拿过来。谢谢杜教授，我这2天不睡也干出来。杜教授，我明天一早就把初稿送来。这帮人倒是正常反应，可是许秋，我说帮他改论文，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难不成我还不够分量？那我先回办公室写论文。我准备了20瓶白酒、3套话术、5条关系链，结果什么都没用上。许秋他2句话就办成了，而且也没过来跟我汇报意思一下，是瞧不起我。我这副院长当得太失败了。别想太多，许秋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想拿到自适应手术技能书，我得写一篇够分量的论文才行。写什么好呢？有了，我有续弦式双肺移植的操作要点、完整的手术数据和术后恢复记录。许医生，你这加密习惯怎么比何主任还严实？因为有需要严格加密的东西。论文需要我帮忙吗？不是我吹，我过手的论文比你做过的手术还多。不用，我快写完了。他连写论文也这么神速，看来这家伙要咸鱼翻身了。好吧。任务完成，写完了一篇论文，奖励发放中，获得大师级神经缝合术。我终于弄清楚神经缝合、外膜缝合和束膜缝合的差别了。神经缝合难练难专更难精，能到大师级的，全国恐怕都找不出几个。神经缝合上手，其他缝合也连带提升，这感觉太爽了。申主任，写完了，你看不看？这标题真敢写啊！操作要点4个字儿，非得手上有真功夫的人才敢用，其他人碰都不敢碰。这么大个题目才写2000字，
我写个包皮手术都能写出8000字来。老许，写论文你还是菜，得多练。谁规定题目大就要长篇大论的？你看清楚再发表高见。结节组织保留。我虽然不懂肺移植，但这种表述方式，每句话都卡在关键节点上，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修饰。这不是论文，这是把一台手术的操作流程直接扒下来，纯干货。我服气了。怎么样，还能挑出什么毛病吗？很不错了。肺移植手术我不够专业，很多细节看不太懂，但这些技术要点没错的话，这篇论文很完美了。可能有错吗？这台手术昨天刚做的，视频还热乎呢。硬要说的话，这里有一个顿号用错了，应该是逗号。还有这里双肺移植术打成双肺移植术了。论文嘛，得严谨。别用那种幽怨的眼神看我，我帮你改还不行吗？这下就算杜教授亲自审视，也挑不出结构和语句上的毛病了。赌一把，杜教授能找出毛病，你给我急诊科写3篇 SC， 找不出来，我把医院资源往你们科调。赌了，我稳赢。论文搞定，只等杜教授的审阅结果了。谁先来？你也给论文设密码。我看过您在论坛上的帖子，您说论文要保护好，下次垃圾桶就不必上锁了。能拿到权威教授的修改意见，我丢点脸不算什么。重点是许秋的论文，不知道杜教授会给出什么评价。你这篇是想写综述还是病例报告？两边都沾，两边都不像。结构搭3，重新搭建框架，再深入细化。标题不错，但是怎么才2112个字？好，写得好，改无可改。不对，还能改2个字，或者说必须改2个字。规范。这2个字改下去，性质完全变了，这不是论文，是行业标准。改无可改的基础上改成规范。杜教授的意思是，这篇东西可以直接当教科书用了。你这篇我回去还要再细看几遍。论坛那边说来了个老外。谁？斯蒂芬，微创肺移植那个。我扫过他的论文，微创单肺移植的切口改良。他中文很好，经常来大厦开讲座。以前他没机会在国内出名，这次可能是想借论坛扬名。知道我非常看好你的一点是什么吗？是你不骄不躁沉淀了20年的量变，就等今朝的质变。但这还不是我最赏识你的地方。喂，许医生，我们从外院要来了一个支气管肺内肿瘤的病人，您看您能上个台吗？马上来。杜教授，我先去做个手术。什么手术？右肺上叶切除，支气管肺内肿瘤7.8公分。走，我跟你一起去。杜教授，论坛的事儿，论坛还3天，你这场手术我先看。上回做得太快，我紧盯着都没看清楚。我也去。那我也去。不就是肺叶切除，我平时也常做，未必比他差。右肺上叶的肿瘤在 CT 片子上看得很清楚，边界不规则，7.8乘5.1公米，内件大片坏死。活体肺切除的难度在于不能把好的部分切多了，也不能留残余。他在做的是活体肺叶切除，跟肺移植里的病肺切除不一样。肺移植是切没用的东西，这个是切好的肺里的病变部分，留多少切多少，全凭手感。他这刀法简直看不出是第一次做这类型手术。现实任务，疯狂手术日，再高明的手术技巧都需要练度来保持。每完成一台清空疲劳值，恢复体力，这等于说只要我不断做手术，就不用休息，能一直保持最佳状态做下去。这48小时里能做多少台手术？从开刀到现在不到1小时，这个速度又震惊我一次。这台手术许秋的熟练度很高，不像新手，但他在这方面的确是新手。他纯熟的手法哪来的？0亿的肺叶切除量摆在那儿，就算他能深藏不露20年，也没那么多资源让他练出这种手感，这有点奇怪。你平时剥离总容易损伤边缘正常肺泡，多留意解剖天然空隙。总恢复吃。下一个病人有没有？啊，你要连台？知道连台有多累吗？我看你是不要命了。你别管，有的话就排上来。你们还有类似的病人吗？还真有，外院转过来2个，一个右下肺叶，一个左肺下叶，都排上，我接着做。
这次是左肺上叶切除，按教科书上的标准做法，应该先处理舌动脉，再处理肩前部动脉，因为肩前部动脉走形短，容易损伤，一旦伤了就可能引发致命大出血。左肺上叶的解剖变异最多，许秋像做过几百台这种手术的老手一样，直接下刀，他都不犹豫一下的吗？这家伙真让我越发看不透了。右上肺和左上肺完全不同的解剖结构，他用完全不同的入头，没有个人习惯，只有最标准的手术方案。下一个，许秋，你已经做了2台，不休息一下？不用，下一个病人排上来。这都连台连到半夜了，许秋，你必须休息一下。大可不必，主任。有瞎操心这功夫，你去打听一下附近医院有排不上手术的病人啊！我打听那些干嘛？你觉得我很闲？做完了才有鬼。他们根本想不到有人能一天做6台手术。他们如果还有需要手术的病人，你能不能协调一下，让他们现在送来？现在都大半夜了，送来也是凌晨。你连6台手术凌晨还要继续，嫌命长吗？凌晨怎么了？我照样连台。主任，以前你嫌我指望不上，现在又拦我，你也太难伺候了。行，我这帮你把病人调过来，不过你得答应我。做完这台手术必须回去休息，不准继续连台了。协调过来的病人你明天再做。何主任，许秋昨晚没走。什么？你从外院协调过来的4个病人全被他连台了，还有更离谱的，他以你的名义打电话忽悠另外几家医院也连夜送人过来，现在总台数是7个。多少？7个。赶紧通知杜教授，只有他能管得了许秋那混蛋了。杜教授肯定还是睡觉，现在去打扰人家，我肯定会被骂的。不然呢？你让我去挨骂？打！17台，从昨天上午到今天中午，24小时没停，这小子发什么疯？宋恢复室，你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拼命连台做手术？看看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耗干体力，又瞬间满电的感觉无比的爽，简直让我上瘾。因为连台让我太上瘾了。我明明看到他累得站不稳，怎么瞬间又精神焕发了？难道是我刚才眼花？斯蒂芬已经在飞机上了，下午应该能到临海。你快回去休息一上午，下午跟他见个面。不了，有那功夫，我能再做4、5台手术。还想连台？许秋，你这个连法是在压榨身体极限，很容易猝死。准备好了。经过上次被当场打脸，我再也不敢看不起许秋了。跟他做手术，节奏流畅，没有停顿，完全不像以前跟杨主任，每一步都像在磨洋工，学不到真东西。许医生做手术前是吃了巧克力吗？动作简直纵享丝滑，观摩都变成一种视觉享受了。大家好，我是格罗斯曼医院的蒋建明，这次和斯蒂芬教授一起。蒋主任，久仰，听说你们在格罗斯曼做的微创单肺移植，切口缩短了将近1/3，小改进而已。这次来也是想和大家交流经验。这人就是杜教授当年想收没收成的那尖子生，就是他，当年拒绝了杜教授的橄榄枝，跑去美国，现在混出名堂了。那他这次来，你说呢？您就是何主任吧？久闻大名，临医这次主办的论坛规格很高啊。欢迎蒋主任。杜教授没来吗？杜教授晚点到。那许秋医生呢？听说这次论坛的主讲是他，他在做手术，明天举行论坛，主讲人今天却在做手术，看来是重要的大手术啊。笑得不怀好意，瞧不起谁呢？他肯定在想一个主治能做什么了不得的手术。真该让他见识一下许秋的手术，灭灭他的傲气。斯蒂芬教授，微创单肺移植的远期效果怎么样？远期效果和传统术式没区别，切口小，恢复快，费用低，优势很明显。何主任，听说你们临医有位许医生很擅长肺移植。过奖了，擅长可不敢当，但许秋确实做了一些不错的病例。不错，听说是世界级的。世界级这个词在大夏用，有点名不副实了。我在美国那边能称得上世界级的医生，一只手数得过来。一个45岁的主治，不可能有世界级的水平。我们口说无凭，蒋主任不信可以亲自观摩许秋的手术，验证一下大夏是不是有世界级水平的医生。一定。不过在这之前，我先去见见杜教授。杜老师，10几年没见了。这声老师你叫不合适。杜教授，我今天不是来找您叙旧，是来告诉你，史蒂芬教授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成熟了。微虫单肺移植的切口可以缩短1/3以上，您那套大开大合的传统术数该让位了。你是来替史蒂芬下战书的？是通知，明天的论坛，斯蒂芬教授会展示全套数据，欢迎您来点评2句。规范，
这年头还有人敢用规范2个字命名论文，是想出名想疯了吧？这个切口设计我从来没见过，结缔组织保密了多少年了，都没人能做到这一步。标注的关键节点处理方式都精准的像机器算出来的。这篇论文谁写的？许秋，门口立牌上那个主治，就是他。请问许秋医生在吗？在手术室。你是？我是格罗斯曼医院的蒋建明。听说许医生最近做了不少肺切除手术。从昨天开始做的19台。这个月做的？什么这个月？就昨天到今天30多个小时。19台，30多个小时，写规范级别论文，45岁主治，这个许秋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倒要看看一个小小的主治医生能翻出什么花样。这个粘连程度，换我来至少得处理20分钟才能找到双叶后端动脉的位置。以主治医生的低水平，再快也得比我这种高段位的人耗时多1倍。这怎么可能？他的效率是我2倍，干净程度是我的1倍以上。虽然不想承认，但他的确对我形成了维度碾压。现在看来，比肺切除我不如他，但是要比我的专长肺移植，他肯定不是对手。跟着师兄做手术太爽了，如果不用回去值夜班，就更爽了。你知足吧，我在013年都没跟过这种质量的手术，你研一就蹭上。你们是急诊科的？是啊，我是急诊科主治，他是研一新生。许秋是急诊科主治，用2个急诊科的人当助手，做了1整天肺切除手术，等于把呼吸外科的活全干了。这是正常人类能干出来的事儿，太匪夷所思了。不行，我不能被一个边角料主治比下去。许秋手术厉害没用，真正名利双收的医生要能做科研，有新技术。就像我手上的微创单肺移植创新方案是绝对领先的新技术，许秋拿什么跟我比？蒋主任，手术参观的怎么样？我不便评价，只能说许医生算是很勤奋吧。明天的论坛，许秋会讲序列式双肺移植的临床实践，您不妨听听。他一个普通的急诊科主治医生，能讲双肺移植这种高难度的东西？他上周刚做了1例，术后14个小时病人能下床。杜教授说，这数据能排到世界前列。肺切除他比我快，肺移植他也做到世界级数据。论文我写不过他，连助手的配置都比我极限，那我还能跟他比什么？比我更会开迈巴赫？这让我明天拿什么跟他在论坛上一较高下？欢迎各位同僚来参加临海医院召开的肺移植学术论坛，有请杜重岩教授做首位演讲。许秋怎么没到？还在做手术？10天前我遇到一个公费植款血精被破坏的病人，死于术后感染。4天前，又有一个特异性肺计划终末期的病人，开胸之后肺硬得跟石头一样，我判断不能做，准备关胸，但最后许秋接手把手术做了下来，病人的恢复效果比预期好很多。许秋那个主治，听说只会拉钩啊！铺垫了这么多，又不往下讲，是想留到后面给那个叫许秋的造势吗？接下来由美国纽约大学格罗索曼医学院的史蒂芬教授分享肺移植新技术。传统的肺移植切口50厘米，住院3个月，术式已经走到了瓶颈，所以我和恒康医药合作研发了这套肺移植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上个月，我们用这套系统完成了1例右肺微创移植手术，从公肺采集、并肺切除到共肺移植，全程由机器人操作，切口只有8厘米，术后住院时间从3个月缩短到1到1个半月。这机器人2000万一台，光有机器人还不够吧？谁会用？机器人只是基础，我们和恒康还开发了一套配套系统，叫心肺通。它分析了数千台肺移植手术的数据，加上数万例正常解剖和几百例异常心肺的深度学习，可以辅助医生在手术中辨认解剖结构。这是一段肺移植的手术画面，我们有请一位专家和心肺通系统比一比，看看谁能更快地辨认出关键结构。史蒂芬教授，我来。好，请上台。
终于来了。8厘米切口，机器人全程操作，确实比传统方式先进。不过技术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看疗效说话。下肺韧带。5轮比试，我对了4个，用时7分半；心肺通系统对了5个，用时3分20秒，差距太大了。我们还有一位迟到的朋友，许秋医生，对吧？杜教授刚才把你夸上了天，说连他都做不了的肺移植，你却能做。上来和心肺通比比，证明一下实力，怎么样？可以。许医生，解剖辨认和切除可不一样，这是动脑子的事情。你确定不用先看一遍规则？你留着看吧，我不用。老师根本不知道许秋有多恐怖，他这是在自取其辱。好，那就来第1轮吧。右肺动动脉上咽肩前部动脉的分支。他说什么？10几秒？机器人还没开始分析呢。他怎么能判断这么精准？一定是某种巧合。第2轮，许医生，第1轮算你运气好，我们看第2轮。是生殖动脉，而且斜列不完整，术前应该先处理上肺静脉，再走夜间肺动脉干。你哪来这么丰富的解剖经验？无他，唯手熟耳。我的经验来自2000次胸部解剖。解剖辨认再快也算不了什么，真正有含金量的是术后效果。我很好奇，你做的肺移植病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请拿出数据来。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5天前做肺移植的病人。5天就能下里走路了？我做了15年肺移植，最快的一个病人术后3周才能下床，这数据能排全球前5。许秋，你的肺移植竟然比达兰奇机器人做得更好。论坛结束，感谢各位。你简直不是人类。斯蒂芬教授，有2个病人，听说你在这里参加论坛，特意慕名而来，请你给治病。我同意了，正好让各位见识一下我的世界级水平。老师，病人资料已经传过来了，是非常典型的左肺上叶肿物，位置好，血管走形清楚，您做起来一定行云流水。那是自然，请各位明天一定来观摩我的手术，你们会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微创，切口4厘米，束颈清晰，我会在1个小时内完成。1个小时也好意思卖弄？许秋40分钟就搞定了。你说什么？啊，我说，祝您手术顺利，斯蒂芬。我建议今晚就做那2个病人的手术，早点完事让他安心。哎，杜教授，您太操心了，明天做也一样。哎，明天的手术，我打算从第4间进胸，然后用……主任，何主任。怎么了？毛毛躁躁的。刚才您说的那2个病人已经出手术室了，现在在苏醒室。啊？什么病人？还2个？就是奔着史蒂芬教授来的那2个啊！许医生刚才一口气把2个病人的手术全做完了，而且做得非常完美。什么？我只是吃了个午餐的时间，他把我2位病人的手术都做了。何主任，你这么安排是想让我难堪吗？斯蒂芬教授，我可没安排手术，这是许秋的习惯，看到有病人需要手术就马上做。不，还有一个，省院刚通知我还有一个病人转过来，现在马上通知手术室，我要立刻做，绝不能让许秋抢了风头。手术完美结束，都看到了吗？这可是世界级水平。跟许医生比，也就慢了差不多1倍嘛。杨主任，你这么说话让我很没面子。如果许秋知道我帮他阴阳了一下史蒂芬，会怎么感谢我呢？
哎呦，你也会累啊？我还以为你是铁打的。就是，你要是再不休息，我真准备打电话给国家申请解剖你研究研究了。循环任务结束了，我靠自己的意志和体力，连做2台手术就顶不住了。可见大气晚成系统对我有多重要啊！哎，你们也做手术了？做了2个半小时。世界级专家做左肺上叶切除这种手术，需要做2个半个小时那么久的吗？病人心脏骤停，抢救了半小时，那也用了2小时啊！你不能质疑我的技术，是运气不好，懂吗？他的心脏莫名其妙就停了。哦，懂了，技术不够强，甩锅给运气不好就对了。我看看，没这个必要。我做的手术永远是高水准的。病人的心脏骤停，可以提前预判。您这世界级医生不会不知道吧？预判？这玩意儿怎么预判？你还能算命？病人身高170，体重83公斤，重度肥胖。这种体型要提防心肌肥厚，左心室倍大。术前心脏彩超提示高血压心脏病，说明心肌已经有轻度损伤，存在供脉供血不足。肥胖病人心脏脂肪含量高，意味心律喜报可能性大。肥胖病人开胸后心排序量下降，缺氧和二氧化碳胸肌，改变心肌细胞应激性。单肺通气时纵眉摆动，引发心律少长。肺门附近迷游神经张力本来就高，每一项都在把病人往心脏骤停的方向推。好吧，术前确实有迹象，但术中呢？我麻醉深度没问题。芬多蜜 0.1 毫克，双腔管插管，插管过程花了将近5分钟，时间过长。芬多蜜用量不足，不足以抑制插管时的应激反应。不，我故意选择浅麻醉，因为病人心脏负荷大，深麻醉容易代偿高血压。用局麻药封闭肺门就可以了。开胸后先用里多阿孙做肺门周围组织浸润，再行手术操作。浸润肺门皮膜下，阻断迷阻反射，或者术前用阿托匹。2种办法都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你选哪门子浅麻醉啊？不得不承认，你的临床思维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医生都细致精准，但这并不能证明你的水平能与我相提并论。基础扎实一点，能少出很多意外。我对和你相提并论没兴趣。回去睡觉了，再不睡我快猝死了。徐秋，你过来一下。你的论文不用急着投，我回去再帮你过一遍，争取做成全国通用的规范。这份文件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我们医生能送的最实在的厚礼。杜教授，这好好干。徐秋，杜教授给你送什么好东西了？快打开看看。就是，杜教授的礼物肯定不是反品。哎呦我的天！杜教授帮我们调了4个肺移植病人，未来3个月，只要我们能做，随时能把病人送过来。啊，4个肺移植病人，省院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凑了4台，这等于把肺移植资质直接给林一送来了。20年前，杜教授也这样拍过我的肩膀，现在他的那份欣赏属于许秋，我永远没机会了。限期任务发布：疯狂肺移植。任务描述：反复验证才叫科学，多次手术才是真正的技术。在30天内尽可能多地完成肺移植手术。任务奖励：每完成1台肺移植术，熟练度+5，同时获得1次大转盘机会。任务评级达到5星，将解锁额外高级奖励。每台手术熟练度+5，升级到大师级得100熟练度。我需要做20台肺移植手术才能达成目标，4台远远不够我做，得求杜教授帮我再协调一些，省里不够就全国。杜教授，除了那4个病人，能再多加几个吗？你说什么？再加几个？许秋，你确定你吃得消？30天之内，越多越好。行，我帮你安排。 4台怎么喂得饱我？30天，1天1台的话，至少得20台才能刷满5星评比。徐医生，终于找到你了，出大事了！徐医生，斯蒂芬教授把你的病人给抢走了。就这事儿，
这还不算大事吗？杨主任说那个病人本来是留给你的。斯蒂芬教授愿意做就让他做吧，反正我精力也有限。他怎么了？之前还抢着做手术呢，现在被抢了病人却无所谓的样子。雪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今天做了4台手术，整整8个小时，所以许秋只能是我的手下败将。老师您太拼了，这强度就算在美国也能把整个外科团队干趴下了。你好，我想问一下，许医生今天做了几台手术？许医生啊，今天做了2台，然后就回去睡觉了。两台？我熬了8个小时做完4台，他只做2台就回去睡觉了。按时间算，我根本没赢他，而且他似乎不屑于把我当对手。老师，要不你也回去休息一下？算了，越想越火大。我还是去病房看一眼病人吧。你不是做完手术睡觉去了吗？睡了6个小时，够了。什么？连做2台手术的强度，你只睡6小时来恢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做2台手术2小时而已，没你想象的那么累。睡6个小时足够精神完全恢复了。该死，我做4台手术足足占了8小时。他1小时轻松做完1台，他是怪物吗？许医生，今天要做什么测试？6分钟步行试验。6分钟步行试验？他现在才术后几天？斯蒂芬教授，要不你也上去，跟杨轩比比谁走得快？你这是人话吗？斯蒂芬教授，共费40分钟后到，病人都准备好了。许医生，杜教授调来的共费也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台。不会吧？2台肺移植同时做，一边是许医生的血管式双肺移植，常规开胸心电风，一边是斯蒂芬教授的达芬奇机器人，代表着未来微创方向。这怎么选？应该先看哪边才好？我肯定去看达芬奇啊，机器人手术以后肯定是主流，早看早学。可许医生那个术后6分钟步行试验的数据，你不心动？老何，你说他们最后会选谁？选谁不重要，反正最后都会后悔没看另一个。各位同仁，我的达芬奇做肺移植，切口只有8厘米，术后恢复时间缩短1半以上。今天这台手术，我会证明机器人缝合支气管和肺动脉的细节精度是手工无法达到的。斯蒂芬教授，我今天就跟您了。没错，机器人缝合的精度确实不是人能做到的。共费到了，直接送手术室。我先上台去做足准备，总不能输给机器人。走吧，老杨，咱们去许秋那边。哎，你不去看达芬奇？看那玩意儿干嘛？我当然是看许秋操作才能学到真东西。对了，斯蒂芬教授做的是并肺摘除和共肺移植，而许秋是全套肺移植，除了斯蒂芬的2项，还包括了第1步的共肺摘取手术。对，许医生的共肺摘除也要时间，等于是斯蒂芬教授做并肺切除的时候，他可能共肺才摘完，速度肯定慢很多。但是许医生手术速度出了为名的快，我去许医生那边。各位同仁，这就是肺移植的未来，微创、精准、稳定。机器人的手永远不会抖，角度永远不会偏。传统开胸注定要被淘汰。这套系统我调试了5年，每一个角度、每一针的力度都经过上千次模拟。人的手能做到吗？做不到。许秋那边的共肺肯定还没摘完吧？许医生那边已经开始做并肺切除了。我是说许秋亲自操刀，不是别的医生在替他做。就是许医生亲自做的，共肺摘取他已经完成了，接着就做并肺切除，中间没停。共肺摘取和并肺切除同时做，他一个人，以我的经验，时间不可能够。没事，微创的优势在术后，许秋做得快，没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他做的质量永远不可能与机器人相比。许秋开天眼了吗？竟然用前外侧切口，这玩意儿视野差得要命，常规情况根本没人敢这么切。看就完了，别出声打扰他。左肺与胸壁的最后一丝粘连被离断，病变的左肺既可以被完整取出了。关兄，送 ICU。这就做完了？我刚才是不是眨眼眨多了？我做了15年肺移植，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手术跟闹着玩似的。斯蒂芬教授那边做到哪一步？应该开胸了吧？那确实很慢了，做得慢好啊！我过去没准能把那台手术抢回来。完成肺移植术1台，熟练度+5，当前评级1星。走了。喉返神经断了，那怎么办？喉返神经断了，病人以后声音嘶哑还是小事，万一影响呼吸功能就是大事了。水凝胶也救不了这种情况，断太短了，没法粘合。难道真的要切膈神经？听说这边有条神经断了，来，我试试能不能接上。神经缝合？你一个做肺移植的，还会这个？徐医生，神经缝合可不是肺叶切除，这个需要用显微镜，每一针都得精确到微米级别。我们老师用了5年才勉强入门，我劝你慎重。为什么不会？许秋，你真的行？都到这一步了，不试怎么知道？喉返神经断部太短，
常规外膜缝合长度不够，直接拉拢会撕裂，桥节和界位都会影响其他神经功能。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改道，让断部从头翼下方逆行解剖，绕到颈动脉后方，再吻合回入喉处。树膜房间，他在做树膜房间。全世界能做树膜缝合的医生都不多，他一个急诊科主治竟敢这么做，太自以为是了，他会失败的。写好了，我用5年研发心肺通系统，想证明机器比人强。你20分钟就把这一切全推翻了。机器和材料都很好，但是人类既然有灵巧的双手，没必要什么都靠外挂吧。你不要再说了，让开，我要继续手术。史蒂芬教授，这次注意点儿，把膈神经什么的也切断，可就不好再做改道缝合了。关兄吧。你的神经缝合到底在哪儿学的？还是那句话，在家练的。第1周完成了5台肺移植手术，第2周6台，第3周7台，第4周8台。不管什么代价，再给我一个肺移植病人，马上要！斯蒂芬教授，许医生把我们中心和隔壁省中心能调到的病人全部做完了，别说您，连杜教授那边也在排队等着。老师，那咱们……哎，准备一下，我们回去吧。再待下去，恐怕我连做阑尾炎的自信心都没了。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说话费劲吗？不费劲啊，比以前还利索。以前我唱歌老跑调，现在调子稳得很。大夫，我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怎么来这么多医生看我？没事儿，他们都是慕名来学习的，你别多想。许医生，这组数据跟正常人几乎没有差别。您确定他之前喉返神经断过？我亲手缝的，断没断过我比你清楚。我做了7年肌电谱，没见过恢复这么好的。您这缝合基本等于把神经还原了。他到底还是不是人类？老师，您刚才说什么？我说许秋到底还是不是人类？别让我再说第3遍！人类几乎无法完成他做的事。疯狂肺移植，限时任务剩余时间6小时47分钟，已完成32台，评级5星，额外高级奖励已解锁，待领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32台应该够了吧？不过还剩几个小时的窗口期，能再来1台就更稳妥了。可惜肺源不是说有就有的。许秋，你的神经缝合改道方案，等我回去想写篇论文引用它，你介意吗？不介意，能帮到病人就行。你们来了。许叔叔，许叔叔，这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的，送给你。谢谢你们。恭喜，宿主获得病人由衷感谢，奖励金手术刀瓷1，大转盘1次。金手术刀，一听就是了不得的东西。快点忙完，我得赶紧看看。刚才检查的报告呢，我看看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恢复的怎么样？肺功能 FEE 肺 FC 85%，多少？正常人大于83%就算合格了。85%。他这做完肺移植1个月的病人，比正常人还高2%。恢复得很好，术后1个月是最关键的时期，你的情况已经达到术后3个月的水平了。许医生，那他以后没有不舒服的话，半年后再来复查就行。我做了30年肺移植，没见过能恢复到这种高水平的病例。不过我那些病人半年还在吃抗排气药，他让病人半年才来复查，是盲目自信。把其他复查的病人也叫进来吧，5、6个，我一并看了。好嘞。
第一个病人肺功能81%，第二个病人83%，第三个84%，第四个85%，第五个87%，第六个86%，6个病人没有一个低于80%，不可思议。都还行，注意按时吃药，半年后再来。许秋，你居然还记得吃饭？这个月高强度连台，我真怕你把自己饿死在手术台上。下午还有手术，不吃没力气。不会吧？今天还有肺移植？不是，几台普通的肺切科术，就当换换手。许秋，你上个月做了那么多台手术，工资应该不少吧？一定赚翻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应该还行吧，具体多少我也没算。不过提醒你一句，我和你不一样。许秋，以你的技术，完全可以像我一样到全世界飞。一台手术几万块，讲一次课又是几万块，不用累死累活住院，钱还赚得多。我喜欢待在手术室里，到处跑，一年少做几百台手术不划算。我粗略算了一下，许秋，你这个月肺移植就做了32台，28台双肺，4台单肺。双肺移植你一台拿6666，单肺拿5000，光肺移植的手术绩效就有20万6千。26千，你这一个月顶我飞好几个国家了，还得扣税呢，扣完全也有10几万，这还没算肺叶切除、肿瘤摘除那些，加起来估计接近30万了。他在临沂做手术，一个月赚的钱我得跑3个国家才能赚到。我什么都不能和你比了，比不过。许秋，送送我们吧。啊，送到停车场还不够？杜教授走的时候你送到大门口，现在只送我到停车场，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走吧，送你到门口。哼，哼哼。许秋，有件事我想提醒你一下。什么事？杨轩那台肺移植，你知道肺源是被恒康医药的王洪宝抢走的吧？后来你们又要了回来。这次我和斯蒂芬教授回美国，就是去给他做手术。这个人关系复杂，手段也狠，他一直盯着杨轩的恢复情况，我估计他更恨你，你当心点。谢谢，我知道了。许秋，下次我再来就不跟你比了，我跟你学。行，到了发个消息。许秋，你电脑上这是什么东西？论文怎么了？你那篇序历史规范才刚写完多久？杜教授还没落实呢，你又憋出来一篇新的，9万字啊，全是干货。那篇是上个月的手术总结，这个月32台手术做完，总得写点什么吧？32台肺移植一个月做完，然后扭头又写了9000字论文，你身上安装永定器了，不用吃饭睡觉？吃啊，中午还跟斯蒂芬他们吃了顿饭。一个月32台肺移植，写9000字技术论文，还准时吃饭，许秋怎么做到这么轻松的？许秋，你这个标题太朴实了。序列式双肺移植的手术探索，32台肺移植术后的实践细节与经验分析。我帮你改一个炸裂的。你看啊，独创全球最新序式肺移植，以一己之力提高全球肺移植病人术后指标。这个标题一出去，闪瞎神整人的眼睛。全球独创一己之力，这几个词儿一摆，谁能忍住不看？标题太长了，而且容易让人以为我发论文的目的是吹牛。哎，这叫学术包装。你有真本事包装一下怎么了？我写论文这些年就靠这一手包装学。申主任，你这篇逆行改方术的论文标题倒是挺会起，全新喉返神经修复大下术式，全球首例自主设计的喉返神经阶段性缺损损伤修复新术式，这套词儿换我写不出来。那是，我帮你改标题，你帮我填充技术细节，咱俩互补。这篇还行，不过有几个地方的技术细节写得不够准，等我下午做完手术，帮你把专业部分填上。这几个地方确实有点含糊，你看一遍就能挑出来，你有火眼金睛啊。数模缝合那里你写的是常规操作，但逆向改章术里数模缝合的切入角度不是常规做法。我下午改完发你。我写了15年论文，今天被你当面指出技术细节不准确，关键我不但没生气，还觉得你说的对。许秋，跟你合作之前，我自认为是临沂论文第一人，跟你合作之后，我连论文标题都不敢随便起了。发工资了，绩效27000，
总工资破3万了，我从来没挣到过这个数的单月工资。我绩效15000，以前撑死6000。徐医生，您这手术节奏，我麻醉都不用多费心，钱还多拿1倍。下个月您还排手术不？徐医生，您呢？税前绩效18万2，税后大概15万。18万，您一个月够我干1年。都好好干，下个月还有手术。半辈子了，我许秋终于不用为房租发愁了。限期任务结算完成，获得患者中心。感激奖励已发放，兼手术刀可通过手术中的极致表现、患者的衷心感激等方式获取作用。当手术达到完美级时，使用一定数量金手术刀可突破手术上限，抵达完美之上的新境界。此境界目前暂命名为殿堂级。殿堂级，完美之上还有殿堂，那得是什么概念？真想快点看到啊！金刀获取标准非常高，作用也强得离谱。现在只有1把，不够用，得多做几轮任务，再攒几把。额外奖励解锁，系统初级功能已激活，全国手术英雄榜开启进度5%，可查看自身手术的全国排名。更多功能需进一步解锁。大师级真空4压吸引插管术01排名第1，白云省排名第7，全国排名第106。专家级肺部巨大肿瘤摘除术01排名第3，白云省排名第29，全国排名第631。大师级半套手术01排名第1，白云省排名第5，全国排名第74。完美级续冠式双肺移植术01排名第1，白云省排名第1，全国排名第4。完美级肺移植，全国只排第4，有3个人排在我前面，他们是谁？杜重兰，还是另外几个奠基人？杜教授，认识，我师兄的忘年交，肺移植领域最顶级的那个杜重兰。走吧，爷爷还在等我们。宁老哥，情况比我预想的复杂一些。2次手术加上胸腹主动脉瘤直径已经接近4厘米，本套手术不是不能做，但常规术式十有8九撑不下来。侯教授，那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倒是认识一位在心脏手术领域非常有见地的医生，他的纯技术未必比我好，但他的创造性很适合非常规的病人、非常规的术式。一会儿我问问他。侯成军已经是心外科不可逾越的高山了，这样的人竟然能给另一位同行如此高的评价。我很好奇那位同行到底是何方神圣。许秋，这个生柱脉瘤的位置靠后，我常规入道总是够不着，每次都要多花半小时做暴露，你有什么办法没？可以试试从主动脉根部和肺静脉之间的共隙进去，先做3针牵引线悬吊，把主动脉根部和右心室拉开一点，视野就出来了。那个间隙常规操作是不敢碰的，万一伤到肺动脉壁，我有数。肺动脉壁比你以为的要结实，只要平行走刀不直刺，不会有事。许秋，你真行，这比我之前的方式省了至少20分钟。我做了30年心外，今天这一台手术学到的，比过去加起来都多。雷主任，你可别这么看我，学无止境。对，学无止境。胸缝主动脉瘤直径4.75厘米，夹层从升主动脉一路延伸到腹动脉分叉，右冠开口受压。病人还是2次手术，常规术式要剥离整个胸腔，病人肯定撑不住，各部位大出血风险极高。
老朋友，这例病人 Bento 联合式手术还能做吗？常规术式不行，2次手术加上这么大的流体，开胸即死。唯一可行的方案是联合降督脉支架血管球囊阻断，常温主动脉会人工血管替换术。这个方案的关键在于阻断顺序，要先阻断降督脉后端，再阻断前端，否则会引发急性左心衰。另外，右冠开口渗压的问题，需要在术中准备临时静脉搭桥的预案。如果阻断后心电图 ST 段绳标超过2厘米，就直接搭桥，不要犹豫。天才，你就是个天才，老朋友，我现在就在阜外，这个病人就在我面成立。你那个方案我推演了一遍，逻辑完全成立。我没见过有人能在20分钟内把这么复杂的病例拆解成可执行步骤的。降柱动脉阻断的时间窗口大概只有20分钟，超过了肾脏和脊髓就容易出问题。人工血管的口径要和原位血管匹配，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副柱动脉的位合顺序要先做远端再做肾端，否则位合口张力控制不住。许秋，忙完了？刚结束。院长，老师，你们这是？没什么大事，就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位是？难道和侯成军那边的病例有关？还是林一可能有什么变动？你先坐下说。这是什么情况？许秋，这位是宁氏药业的 CEO 宁松先生。45岁，侯教授说的那位极富创造性的心外科专家就是他，这也太年轻了，跟杜教授一个辈子的人物，怎么也该是60上下的老专家才对。许医生，冒昧打扰了。家父患马腹综合征，目前已在阜外医院住院。根据侯廷军教授的判断，手术难度极高。侯教授说您有处理这类非常规术式的能力，所以专程来请您出山。侯教授跟我提过，主动脉瘤直径 4.75厘米，夹层从升主动脉延伸至副主动脉分叉，右冠开口受压，还是2次手术，是吧？徐医生，你已经看过病例了。我看了侯教授发来的片子，常规术式做不了，唯一可行的方案是降珠常温球堂阻断，联合常温循环下的人工血管替换，同时术中需要准备右冠搭桥的预案。侯教授是对的，这个人脑子里装的东西跟他的年龄完全不符，看来他的实力深不可测。徐医生，程序方面您不用担心，所有手续我已经协调好了，只要您愿意出马，报酬方面好说。先不急，我看看排班。明天有一台肺移植，后天还有一台限期手术，2个病人都是从外省专程赶来的，没人能替我，最快也要大后天才能去阜外。医生，如果您愿意出马，我私人也有重谢。跟钱没关系，如果我为这台手术放弃至少2个病人的性命，说不过去。这些病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小安、小婉，唐安，这位是？你们是？我和宁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宁爷爷、宁叔叔其实都是我长辈。师兄，我就知道侯教授说的那个人肯定是你，宁爷爷的手术你一定要帮忙啊！师兄，你也没办法吗？我试试吧，明天把肺移植和限制手术都做了，后天一早飞阜外。我就说师兄肯定会出马。主动脉瘤直径 4.75厘米，升主动脉到副主动脉全程夹层，右冠开口升压，2次手术。在座的各位，谁有把握？肺部我能做，但心脏那关过不去，照样下不了台。要是一叶知秋在就好了。许秋，阜外这边想请你来一趟，帮忙定肺部策略，你那边能走开吗？好，明天一早的飞机，下午到。这么爽快？明天2台手术都做完了，后天没排班。行，等你。宁老那个病例，肺部的2次创伤风险确实高。续建式肺移植的思路可以反推年区域的剥离方案，得重新设计一遍入道。这人谁呀？面生，走错了吧？他真的来了，可他一个主治医生参加专家级别的手术，能行吗？你可算来了，我还怕你赶不上。杜教授跟这个小医生这么熟，还主动迎上去。老杜，这位是我跟你提过的，做絮乱式肺移植的那个学生许秋。宁总，我让您请的那位一叶知秋还没到吗？侯教授已经请到了，他已经来了。一叶知秋，许秋，他就是一叶知秋，那个在论坛上跟我争论 Bender 改良方案，发文档说这里能改的那个人。你是一叶知秋？侯教授，文档收到了。
3点核心风险：马凡综合征的全身性血管病变，腹主动脉瘤的破裂风险，2次手术的粘粘和创伤叠加。这3点不解决，手术就是赌博。第一，降主脉支架血管内球囊阻断，联合常温循环下的胸腹主动脉人工血管替换。关键在阻断顺序，先远端后间端。反过来的话，左心室后荷瞬间飙升，病人下不了台。第二，马凡综合征的主动脉壁脆弱，常规孙氏手术吻合口太多，改减少吻合口数量，用袖状包裹式处理，把人工血管和原生血管的吻合口保护起来，降低张力。肺部保护不复杂，用序贯式肺移植的思路反刃入路，先处理粘连最重的中下叶区域，开胸后用自体血预冲，正压通气稳住左肺，再进行心脏操作，肺部至少不会成为拖累。他把一台不可能的手术拆成6个环节，而且每个环节都找到了对应的改良方案。难怪杜重兰对他那么上心，真是后生可畏啊！看来是我多虑了，他说的每句话都在关键点上，唐安没骗我。讲完了。我认可许秋的方案，下午术前准备，明早手术。你这套方案听完之后，让我感觉自己这些年的学术研究像白忙活，还差一个床边评估。下午我去看宁老，确认几个细节。你藏得够深的。师兄，你太厉害了，宁婉刚才眼睛都看直了。医生，你多大年纪了？45。45，敢接我这台手术？侯行军那老家伙都不敢。敢不敢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一回事。方案我推演过6遍了，您放心就是。器械清单我已经列好了，另外我要指定雷主任和陈晨做助手，其他人我用不惯。我的助手和我配合了10几年，每一个步骤都有默契，安排你的人进来，我也用不惯。那就换一种配合方式，我主刀，他们给我当助手，您当二主。你主刀？这种手术我做了30年，你一个45岁的主治跟我说你主刀？老侯，他做肺移植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当过医助呢。他做 Bentar 的时候，雷鹏也在旁边当过助手。你觉得不行，做个示范方案出来，你上。但你做不出来，就只能他上，对吧？你说你主刀，你有把握？有，今晚我最后过一遍细节，明天上台，你给我当二助，我的速度只有你接得住。行，你主刀，我给你当二助。45岁替我主刀，这世界是不是颠倒了？还在研究呢？有几个吻合位置的顺序跟常规 bento 不一样，我再确认一遍。你实话跟我说，这台手术你有多大把握？70%。如果雷鹏和陈晨配合不出问题，能到80%。70%，侯金军连30%都不敢说，这台手术只能你上。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你确定他们能跟上你？放心。他挑这2个人当助手，看来是对的，因为换谁都跟不上他的节奏。保留头支血管，C型修建人工血管，端侧硬核顺序，常温循环阻断，准备插管。这一步方案里没写，防止主动脉进气，临时加的，忘了写。临时加一步，随手就把整台手术的走向稳住了。他脑子里装的干货，远超写出来的方案。恢复循环，4分13秒，4分13秒还是常温下，我深地温时最快也要19分钟。你这速度我从没见过。改良是简化了操作步骤，保留头壁血管，减少吻合口数量，配合主动脉包裹和心内膜技术，停气流时间自然缩短。我学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还没出生，现在我却站他旁边当二助，拉钩都没他第7节的节奏快。这个时代该换人了。他做分离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1倍，那一段血管瘤和腹腔脏器的粘连，换我来做，至少2个小时才能拆干净，他40多分钟就搞定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他是怎么做到每一刀都同时避开神经和主要分支血管的？这个胸腔的解剖结构
像被他在脑子里刻成了3D 模型，精准的匪夷所思。大师级胸部解剖经验已激活，术区识别精度98.7%。左界神经、弥多神经分支、主动脉周围的小血管网、腹仓干分支位置，竟然全部标注出来了。1针、2针、3针，每一针都精准穿过人工血管和自主血管壁的对应位置。没有调整，没有重来，他做缝合似乎根本不需要思考。那段血管的替换做完了。下一步准备止血。2小时27分。2小时27分，胸腹主动脉广泛替代，常规时间是5个小时起步，他缩短了1多半时间，这是完全不同的操作逻辑。这个人不是在做手术，他是在拆解病人生理结构之后重新排列组合。今天我算见识到什么是人外有人了。接下来是止血，开放循环之后，所有吻合口的渗血和针眼渗血都要逐一处理，这一步急不得。第一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地方。许秋，你要怎么来应对呢？做好准备，止血环节最容易出问题，设备、血源、抢救药物全部确认一遍。一旦有吻合口爆开，30秒内必须启动紧急循环。开始吧，恢复循环。血液是最无情的检验师，任何一处缝合的微小偏差都会在高压循环下暴露。主动脉根部到降主动脉这一段是整堂手术最核心的搅合区域，常规操作下至少会出现3到4处渗血，他竟然1处都没有，我不信。这里有一个处，我话说一半，他已经缝完了。他刚才一直在盯着同一个位置没动，是在等我发现？不对，他根本不用等我发现，已经在自己找了。你刚才做吻合的时候，就已经预判了每一针的张力。张力不均匀的地方提前补了半针，所以渗血点不会超过3个。哥，都5个多小时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侯教授说了，这台手术预计12个小时，现在还没到一半时间呢。12个小时，爸的身体能撑得住吗？撑不撑得住，要看许医生和侯教授的手术技术了。叔叔姑姑，你们别担心，我师兄做手术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他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你主刀，我二主，而且还是主动的。这个时代不是该换人了，是已经换了。止血完成，关兄。我今年63岁，学了40年手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手术台上跟别人说。灯灭了，不是说12个小时吗？这才5个多小时啊！别慌，等医生出来再说。许医生，侯教授，你们尽力了。他怎么抢我台词啊？这话不该是我们医生说的吗？我们确实尽力了。你们是不是误会了？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师兄，你爷爷没事了。手术比预想的顺利，5个小时左右就做完了。现在关胸收尾，术后观察没问题，就可以转 ICU 了。谢谢，许医生。师兄，你快去休息吧。我做了40年手术，今天这台是我唯一一次全程站着2助位，没觉得自己掉价。你那个改良式能不能写成论文？我帮你投。可以，回头整理完发你。承蒙各位专家前辈的照顾，老爷子的手术圆满成功。我们准备了丰厚的答谢宴，如果不嫌弃，还请各位移驾赴宴。许医生，
您一定要来。这次没有您，我爸下不了这台手术。我就不去了，你们吃得开心。对了，今晚你们最好都留在医院，别走远了。徐医生，是不是术后有什么风险？我爸的情况……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术后3天都是危险期。你们别多想，我让你们留下不是怕出问题，是因为病人今晚可能会醒。徐医生，您确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后半夜应该能拔管。拔管？胸腹主动脉置换术后不到24小时拔管？徐秋，你这个预估过于乐观了吧？这怎么可能啊？乐观不乐观，等今晚就知道了。护士，病人醒了，意识清楚，呼吸平稳。啊，爷爷醒了，真的醒了。血压稳定，心率正常，氧合指数98%。他真的醒了，这个时间点，这就脱离呼吸机了。许秋说今晚会醒，还真就今晚醒了。胸腹主动脉置换术后不到12个小时拔管苏醒，我40年的手术笔记本上今晚要改写记录了。胸腹主动脉置换术后24小时下床，我都快退休了，这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术后记录，现在写也不晚。膝关节屈丘度接近正常，呼吸没有代偿性紧张，可以出院了。回去之后按我给的康复方案做，1个月能恢复正常行走。徐医生，这是我们全一点心意，宁氏集团愿意以年薪500万聘请您为私人医疗顾问，时间和地点您说了算，我们绝不干涉。心领了，钱我有，病人还在排队等着，我得回去了。我都说了，我师兄对钱没兴趣。分阶康复方案的核心不是快，是稳。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退出标准，一旦指标不达标，就退回上一节。宁老的基础好，所以能走通。换成普通病人，时间轴要拉长2到3倍。回临沂的机票定在明天上午，各位辛苦了。这2人真是心有灵犀，同时给我发消息。不过收到这2条消息，证明我的大器晚成逆袭已经完成了。急诊科1级警报：复合型大血管贯通伤，失血性休克，生命体征不稳定。徐医生，这个病人心脏和主动脉都有损伤，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一下，谁都没把握。走，火上。从前只想逃离医院，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国内200多例绝境病人都在苦等，海外技术优劣还需要验证，所有挑战才刚刚开始。我的手术刀没有停下的时候。